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步进马达的拆解篇。那一般步进马达呢，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它是一个电子零件。没错，其实它主要是电子的一些接线然后来做一些控制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马达内部是有相当多的机械零件的嘛。那今天我们就是要透过把这个步进马达拆解开来，我们来看一下内部到底有哪些机械零件我们可以来做学习呢？那一般步进马达的运用是非常广泛的。那一般我们最常看到的，我们手边可能会有3D 列印机。那其实3D 列印机不管是 SYZ 3轴，我们都会看到步进马达。甚至是我们的进料系统。你有可能是远端送料或是近端送料，我们都会看到步进马达。所以我们步进马达它其实呢，正反转它都会去做运作的。所以我们呢是怎么让它去做动的，以及它里面有哪一些结构零件呢？我们等一下拆解开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去做它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再来，我们要怎么去拆解步进马达呢？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下它的外观。它一定会有螺丝。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螺丝是什么形式的呢？那我们看到画面上这里示意的，它是十字形的，所以我们要十字的螺丝起子。那这边呢，我们是要看我们的螺丝的形式呢，来搭配不同的工具。那这边就做个举例。再来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敲击，所以呢，我们要锤子，以及说我们敲击的一个物状，可能是螺丝，或是你要用螺丝起子敲击也可以，但尽量建议不要用螺丝起子，因为它不是冲击型的。冲击型的螺丝起子一般这边的铁呢会延伸到后面，这里会有一个铁质的。那前端这边呢，它有做一些硬化处理。那一般螺丝起子是没有这种功能，所以我们在敲击的时候容易把工具给损坏所以还是建议不要这么做。你可以拿一个棒状或是一个螺丝来做代替，等一下做敲击用的。所以我们准备好工具之后呢，等一下就来示范怎么样把步进马达给它拆解开咯。那这边各位呢，先准备一下工具。接下来第一步呢，我们先拿起螺丝起子，然后我们找到步进马达的螺丝，一般都会在背部。那怎么直接把它拆开？那这里我们等一下呢，都会看到一些机械零件呢。那机械零件的部分呢，等一下后面的章节再来讲解一下。它到底是哪一些机械零件，以及说呢，它有哪一些功能等等的一些相关讯息等一下后面的章节都会介绍到。以及说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机械加工的一些痕迹。我们可以透过把一个步进马达拆开来，我们也可以认识里面的物件咯。那这里呢，我们先把4颗螺丝给它拆开来。那这里如果你在拆的时候不太好拆，有可能它螺丝是有上螺丝胶，或者是呢它是用扭力型的起子呢把它锁紧，所以会非常紧。那这时候我们在拆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一般这种十字的螺丝呢，前端是容易崩牙。崩牙的意思就是说，十字我们在用十字起子在拆的时候，它不小心这边滑牙或崩牙，所以这边的十字会变成一个圆形的，导致我们没办法再继续用起子去拆它。所以我们在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尽可能呢，我们在这个力量呢要推紧一点，然后慢慢的去转它。有的螺丝起子它背部会有一个洞，我们可以插进一个棒状呢，来辅助我们的扭力更大，有可能就可以拆开来。那如果真的还是拆不开来，我们可能就需要用到扭力型的起子，我们有可能可以把它拆开来。那这边拆的时候，建议小心一点。如果一般的十字起子拆不太开呢，我就建议不要再继续拆了你有可能把螺丝弄坏掉。好，那这里如果我们已经顺利的把它拆开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前端这里这会有个盖子，我们直接拿开来。拿开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里面一定会有零件会掉出来。好像这里就有零件。那这里是什么样的零件呢？等一下后面会再来跟大家做说明。那我们就先把它拆开来。那像这里中间这个心轴的部分，那它到底是什么零件呢？我们要稍微出一点力把它拔出来。它因为它有可能会吸附住。好，那我们拆开来了，我们先放在旁边。最后面这里我们可能会不太好拆，所以我们拿起我们的锤子，它顶着最后面这里，给各位看一下，后面这会稍微顶一下，然后
出一点力，稍微把它敲一下。好，那这样应该就已经开了。没有错，已经开了。那这边我们把它拿开来。那里面我就会放在里面，就不把它取出来。好，一般这边的接头呢就没有再拆开，它是一体成型的。好，那这边各位先试一下，先拆到这里。好，等一下内部这一些零件呢，再来做一一的解说。接下来呢，要来介绍步进马达里面的一些机械的元件。好，那这边如果你有兴趣的呢，我都会放在影片底下的说明。好，都会有个别零件的一些章节，我们可以做一些入门的认识以及学习。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定会有螺丝。好，那螺丝的话，你如果想要更深入，或者是你对螺丝是不了解的呢，我们可以到螺丝的入门认识篇，我们这边都会看到一些其他的螺丝。好，那这边我们看到的螺丝呢，它是全牙的，而且它是偏长，所以呢，它会穿过我们两个，这个是铝座托架。好，那这边呢，穿过我们的这个地方，然后再锁附。好，那这边呢，我们运用到的就是螺丝，它的螺丝孔的运用篇。那有兴趣的一样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来观看这个章节。好，所以它是一边一个洞，然后一边是攻牙的。我们来看一下。好，它是先钻孔后攻牙，所以这个牙呢是跟我们的螺丝的规格要一致的，它才有办法去做锁附。好，像这样子。那另一边呢，我们要一个洞就可以了，它就可以这样子把它锁起来。好，所以它的螺丝这么长的用意在于说，我们内部呢它会有一些本体有一些厚度，所以螺丝要够长，我们才可以把它锁起来。好，像这样子。好，那内部的地方有一个洞，刚刚掉出了两个零件。好，第一个呢是弹簧滑丝。弹簧滑丝就是一个波浪状。它是波浪滑丝的一个形式。好，那它跟弹簧滑丝呢的作用是类似的。好，就运用一个作用力以及反作用力呢，把我们的物件给它顶住。好，防止松脱，或是它做一个间隔的一个功效。好，那这里呢有一个小轴承。那轴承的话，你如果想要了解更深入的，你可以到轴承的认识篇，那里都有一些更详细的解说。好，那这里呢，我们是一般常看到的升高滚珠轴承。好，一般上面都会有编号。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编号是什么。好，那这里的编号呢是625Z。好，那这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清楚？可能不是很清楚，因为它比较小。好，这是625Z 的一个轴承。好，那这边它会有2颗，然后另外一颗在这个托架里面，我就没有把它敲出来。示意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好，所以它是前后各有1颗。那中间我们会有一个心轴。那这个心轴呢，中间还有一些间隔环的一个零件。那间隔环的用意在于说，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呢，像轴承的话，这里是内部固定，所以内圈在旋转，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间隔的动作。我们一般在组装轴承的时候，不会以这样的面去做贴合。一般都要以内径跟外径要做一些分离。这样子它在旋转的时候才会顺畅。像这样子。所以间隔环的用意在于说，要把这个地方给它间隔出来。所以我们是顶到的内环的地方去做旋转。各位看一下。它外部是没有动的，但你内部是有做旋转的。可能不是很清楚。那这样子，我抓着外部转，各位这样就会知道，它内部是在做旋转，外部是没有动的。像这样的一个示意。然后这个心轴呢，其实这边呢是有磁铁的。各位来看一下。像这个螺丝是铁制品，它是可以被吸附上去的。这个地方是铁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本体。本体里面有相当多的线圈。那这里有一个接头。主要就是我们要接线来做控制用的。一般控制的话，我们步进马达呢，一颗步进马达会有一个控制器来控制它。那里面的控制呢，就是另外一方面电控的部分。那这边就没有来解说。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两个有另外一个名词。我们在做马达的时候呢，这个线圈的地方一般都会叫做定子，因为它固定不动的。然后心轴这里呢，叫做转子，因为它会去做旋转。所以我们的马达是在这样内部。
它的转子在定子里面，所以呢，它在做动的时候，我们是透过这里有线圈改变磁场来达到我们马达正反转以及它转的速度。那这里呢，等一下后面会来解释一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机械加工的一些痕迹，我们来了解一下它是怎么去把它做出来的。那这边先给大家认识一下内部的构造跟零件。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步进马达内部的零件呢，我们是怎么样有一些加工可以做学习的。那我们先看到这个心轴，那心轴我们一般最常想到的就是用车床把它车出来。那关于这部分呢，有兴趣的可以到车床的认识篇以及铣床认识篇这边等一下都会提到。那这边我们看到心轴粗心轴的部分呢，我们一般马达呢，我们比较常想到的可能是用剑槽。那因为剑槽的话，我们在马达要做剑槽是容易的，我们只要用铣床铣出一个钩就可以了。但是相对的另一边是皮带轮或是其他的元件呢，我们就没有这么容易做。我们一般要做的话，可能要做拉刀，我们才可以拉出我们的剑槽。所以有时候会像这种方式，我们会把心轴呢，其中一个面把它洗平。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上箱子有一面被洗平了，然后我们看一下上面的痕迹，曾经有螺丝锁过的痕迹。就是我们直接呢，我们在一个环上面直接攻牙，钻孔攻牙，然后用一颗螺丝进来之后就可以把它顶住。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固定呢，会更便利的。所以有时候马达也可以做这种形式。但是这种方式呢，比较建议是的马达是属于低转速的，而且呢，它不是需要受非常大的力量，它可能出力没有很大，它只是要把我们的3D列印的线卷给它带入，或者是要移动你的平台床台，它的负荷都很轻，而且转速很慢，这样子会适用的。那再来我们看其他的，像这里呢，我们的主要的2个铝座，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可能有带一点其他的材料那一般应该是一个铝制的因为它是没有被吸附的。那铝的话，它有可能是用铝铸造或铝压铸的都有可能。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它表面，有一些地方表面比较粗糙，但是有一些地方比较光滑。那我们其实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刀痕，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些刀痕呢，到底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我们看到这个刀痕是这样一圈一圈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的断定这个地方是用车床车出来的，因为车床是我们弓箭高速旋转的时候，然后车刀靠近，然后去把它做车修的。那这一块呢，如果你不了解或有兴趣想要更深入的，你可以到车床认识篇有更详细的解说。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都是用车床车出来，我们直接看它的刀痕，其实很清楚，都是一圈一圈的这样子。所以这边内径外径都是用车床做出来的顺便做倒角。那这个地方钻孔攻牙呢，一般是用铣床，或者是它是车铣复合的都有可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座一样的道理它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刀痕一样是一圈一圈的，所以呢它是用车床车出来的。好，那大致上是这样子。那这边呢先给大家去认识一下原来我们透过内部的零件呢，我们可以认识它是怎么被加工出来呢？其实我们只要看它的刀痕我们就大致上可以猜出来了。那这边先让大家去认识一下咯。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步进马达给它组装回去。那这边呢，我们先拿本体，它后面呢会有一个接头，然后呢，我们就直接的把后面这个座一般2个座我们直接可以看出哪一边是有接头的。像这里是有接头的，我们就直接呢把这个有接头的缺口跟这里呢给它盖起来。记得盖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压紧一点。你可以稍微敲一下也没关系。好，压紧之后呢，再来我们要把心轴放进去。注意放的方向，以及说我们刚拆的时候间隔环有没有掉出来，如果有掉出来，记得把它放回去。那我们在放的时候呢，可能不太好放，因为它是有磁性，旁边有一些铁的，所以它会吸附住像这样子。那我们稍微压一下，把它压进去。
好，那等一下我们在组装前面的时候，它就会被撑开来。哦，所以它其实组完之后它是悬空的，现在因为它有磁性，所以被吸附住。好，那再来这边呢，有2个零件我们要装，一个是波浪滑丝，一个是滚珠轴承。波浪滑丝我们一定要装，因为我们轴承呢是不能这样子直接做接触的，因为这样内外圈呢它会直接做接触，这样子在滚动的时候会不顺畅。所以我们运用这个波浪滑丝呢，让内外圈可以把它做一个间隔的作用。所以这边呢记得的波浪滑丝记得装。我们先放波浪滑丝，再放滚珠轴承。那在放的时候可能不太好放，因为它这边呢它的公差都会比较小。如果放不太进去呢，记得不要硬放。硬放进去你可能会卡死。所以放的时候呢尽量慢慢的放。找到它的一个平衡点。像这样放进去之后，接下来呢直接穿过这个心轴。那心轴这边可能也不太好放，因为它公差都不会太大。好，那这边放完之后，我们记得要压一下。因为这边我们要组装好。如果你组装歪歪的话，心轴它这边可能会不太顺。这边还转得动，代表还 OK 的。然后呢，我们就要把螺丝锁起来。在锁的时候呢，螺丝我们不是随便锁，我们尽量先锁对角，让它有一个平衡。那螺丝稍微含着。含着的意思就是我们只是稍微把螺丝的螺牙给它吃到个2-3牙，让它不会掉。让它是有锁附到的。那这样子4个都有锁附到之后，我们再来做锁紧的动作。这是一般我们在组装的时候的一个小技巧。如果你是没有用这种方式，有时候我们在组装的时候，你锁到最后一颗螺丝，它就是锁不起来。因为它螺丝孔有时候比较大。多少会有一些偏差，所以我们透过这种方式来做矫正呢，这样在组装的时候会比较顺畅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把它锁起来。当然我们这个时候有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调整。你可能螺丝孔位是没有对到的。那我们就可以借由这种方式来组装，来了解说原来组装的时候呢，有时候螺丝的设计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有一些组装的公差就是靠螺丝孔来做一些调整，我们才有办法组装的顺利。但有时候呢，反而螺丝孔呢它的偏差会导致我们组装的不顺利。所以那这边在设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经验呢，我们可以去做，透过组装来知道说原来我们的组装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问题。所以你自己设计的物件呢，尽可能自己要去组装过，你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在组装的过程能不能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我们可以透过在组装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了。像这样子，我先锁了2个对角，那锁起来顺畅度都没有问题之后呢，我再把另外2颗也把它锁起来。那尽可能4颗螺丝的锁紧的程度都要一样。这样子我们锁完之后，这里才不会有偏差。因为这边我们没有扭力扳手，所以我们就是以大概手感的方式去组装。示意给大家知道一下。好，这样子我们就组装完了。心轴是可以转动的。那这边让大家尝试一下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步进马达的拆解篇。那今天呢，我们是透过拆解步进马达之后，发现原来我们所认识的马达内部也会有机械零件的。因为一般马达呢，给我们的一个既定印象就是它是一个电子零件，所以呢，它就是电子的一些元件所构成的。那其实马达很多地方呢是跟机械要做结合搭配的。所以内部其实有很多机械零件我们可以去做学习的。所以马达这类的零件呢，是有许多机械整合的部分。像电机整合机械整合或是等等的这类的，我们可以去做个运用。所以呢，我们有时候透过马达的拆解，我们可以认识里面的机械零件。今天我们就学习到了相当多的。甚至有一些地方呢，我们看它的刀痕或是加工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是用哪一些加工的形式把它做出来的。那今天透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来了解原来马达它不是单纯的电控零件。它是属于
机械零件以及电控两个做整合的一个机电整合的一个元件。好，那这边呢给大家做个认识。好，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